家好，520不再是我爱您，而是我爱邻，邻家的邻，或者说我爱归零，一切从零。佟丽娅、陈思诚的爱情真的是刚好走过了1年之手、3年之痛、5年之离、7年之痒，而且这些3、5、7年所发生的绯闻轶事、桃色新闻，所有这些惹是生非、搞搞震的信息来源，都是这个长相极其普通却又一身毛病的猥琐男主角陈思诚。真所谓明星榜样皆如此，平头百姓更碰瓷。话说这个陈思诚的烂事破事，虽然每年都车载斗量络绎不绝，让我早就懒得看，不想再吃瓜了，但胜在他老婆佟丽娅居然宅心仁厚，包容四海，所以让无数吃瓜人把苍蝇吃了一遍又一遍，也没法说三道四。因为这户人家的2位故事主角都不吭声，装着没事儿，让住在街坊四邻的吃瓜群众也注定插不上话，接不上嘴。人家只要关上门，扯头发、撕破脸、砸电视，也都是人家家里的家务事。按理说，生于1983年的佟丽娅从小就是艺术世家，书香门第，跟小康出身的陈思诚也算是门当户对、才子佳人的理想组合的。为什么这个跟冯绍峰同龄，却没有冯绍峰一半颜值的陈思诚，却能顺利挺过了3年之痛，挨到了7年之痒呢？要知道，他可是在结婚刚刚好3年的时候，就被踢爆1晚2女研究剧本了。出轨地点在上海，当天佟丽娅也刚刚好返回了北京，而且其中的一位女性主角还参演过由赵丽颖主演的《西游记女儿国》，间接证明了贵圈不仅乱，贵圈也很小的事实。那么这件一度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的出轨事件，明明是要图有图，要闻有闻，人物真相都有了，结果当年那个哺乳期还没过的佟丽娅，为什么会在4年前毅然选择默不出声，忍辱偷生，一直到现在呢？难道说比起说离就离的赵小刀、赵丽颖仅仅大了4岁的佟丽娅，思想更礼教、更传统，或者说更愿意无怨无悔死守婚姻吗？当然不是。让我们回顾一期发生在2014年1月的快乐大本营的节目，就能收获各种答案了。那是一期快乐大本营的节目组专门为佟丽娅举办的盛大的中式婚姻，镜头里面佟丽娅凤冠霞帔，妩媚动人，2位新人的父亲也都惊喜的亮相。于是重点来了，在身穿大红礼服的女儿女婿面前，激动不已的佟丽娅的老爸佟老先生在2个新人面前严肃认真且语重心长的交代说，我今天就把女儿交给老陈家了，希望他到了陈家以后多干一些活，给老陈做做饭，到了以后伺候伺候他。最后他还勉强的加上了一句，抽出空来也看看我们。由此可见，在佟丽娅父亲的潜意识里，女儿嫁出去就是泼出去的水了，即便是掌上明珠、盛世美颜，也要从一而终，不能回头。因为女人的价值就是做饭和伺候，女人的未来就在丈夫的手里。可以这么说吧，这位同级生佟老先生是一位妥妥的直男父亲，他和女婿陈思诚一样，都是不折不扣的大男人主义者。可以想象，由于父亲的决绝态度和守旧思想，让佟丽娅在2个一生最爱的男人面前做出了艰难而违心的选择。他的付出和退让最终成了必须、必然、理所当然。他的伤痛和屈辱都是为了听话、顺服、委曲求全。说到这儿，您发现没有，无论赵丽颖还是佟丽娅，似乎做小媳妇的总会在大家庭里处于1比2的绝对劣势。对于这种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娱乐圈离婚事件，您又怎么看呢？
在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Shin Wan我的眼里，爱从来都不是廉价的，甚至还是要付出代价的。所以历尽千辛万苦，梅花三弄飘香。某大蓝微发了一篇长微博，斥责春节期间电影挑起对立互撕的情况后，平台迅即处置了一些涉嫌煽动粉丝对立的账号以及粉丝群，其中官博就点名了小摩托的作业群。这个群组摩托大家都知道是王一博的花名，而这次官方把他的粉丝群给拎出来点名，评论区很多其他对家粉丝都在狂欢，觉得王一博终于要翻车了。今年春节档是很多流量之间的战争，除了票房注水刷好评的情况出现之外，也有官方支持翻车的现象。王一博电影票房成绩虽然还不错，但资本的胃口是无限的，所以真爱粉丝也在努力给王一博冲票房。这种情况在流量中其实很常见，但掺和进了粉丝互撕，就容易被上面盯上。这些状况 ZEN1 我也忧心忡忡过，毕竟所有的爱都是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而这一点 ZEN1 我已经说到脖子抽筋了。这次官方发文批评这种现象后，鬼聪明一直都保持低调，加上前阵子绝望的文盲的陈皮烂骨依旧没有打扫干净，所以凡是慢半拍的乐华一直在找公关把事情给压下去。团队为此还给王一博找了个高材生的工作人员，专门应对他的采访稿件，想让他之后的采访变得有深度一些。后续他还会在日常随拍中加一些文学书籍的元素，想要彻底撕下文盲这个标签。另外我感觉这些亡羊补牢的举措又总比没有好，您说对不？就在文盲的梗纷纷扰扰的时间点，有人也是雷霆出击，大打时间差的牌。某个狂热的群组迅速推出了所谓网友票选的内娱男明星天梯榜，相当断层的排名，让吃瓜群众9成9都会哑然失笑。这份内娱男明星天梯榜中，第5梯队居然有易烊千玺、王一博、程毅、丁禹兮。王一博在第5梯队，属实令人很意外，毕竟他也是现在的顶流之一，能唱能跳，而且他的街舞实力在娱乐圈可谓是屈指可数，可以说他本身就是一位职业舞者了，而且颜值高，身材好，演技方面也是可圈可点，人气就更不用说，排在第5梯队确实让人相当的哑然和呆滞了。第1梯队的则分别是肖战、杨洋、陈晓。另外我感觉这杨洋排在第1梯队还算正常，因为他是公认的军艺校草，无论人气还是演技也是圈内公认的。他不仅是颜值花样出众，更是昙花硬汉的实力代表，荷尔蒙偶尔真的爆棚。杨洋也是目前为止4大顶流时代唯一还在顶流位置的人，就如同网友说的那句一样，总有人会在不同年纪爱上杨洋，从肖奈到于途再到燕破月，以及未来每一个杨洋饰演的角色。至于其他的梯队人选、话题人物 ZEN1 我值得提醒一下您有没有在这份榜单当中意外发现某个 ZEN1 我偶尔都会提到的贵公子居然完全没有上榜呢？ ZEN1 我可以说所谓低调和高调其实都是相对的，这份内娱男星颜值天梯版很明显也是懂得避险代眼识人的，正所谓团队。王炸弟弟在非常时刻非常出现在狗血的榜单，王炸姐姐也不寂寞，一份笨蛋美人清单也横空而出。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Shin Wan我只能说，娱乐圈一天没有榜单的拉踩和存在就开始皮痒痒了。当然了，这里笨蛋美人虽有着笨蛋2词，却并不是一个贬义的词汇，毕竟是美人就足以掩盖笨蛋的缺陷，观众往往是3观跟着5观走，而在诸多影视剧中也有着不少经典的笨蛋美人形象，要么蠢萌单纯让人直呼可爱，要么爱耍心机智商欠费却又让人恨不起来。赵丽颖被评为笨蛋美人的天花板，您服还是不服呢？其中迪丽热巴入榜是因为克拉恋人，要论迪丽热巴的出圈作，那克拉恋人必然是绕不开的一部作品。虽说迪丽热巴在剧中只是女二，却凭借高文一角疯狂圈粉。克拉恋人一剧因男二上位、女主绿茶、剧情3观不正等问题，在开播后没少被观众指责谩骂，但高文却成为了克拉恋人中高人气的存在。人设上的不讨喜，架不住迪丽热巴的貌美攻击，傲娇加嘴炮属性更是被迪丽热巴演绎的活灵活现。
此外，唐艺昕入榜是因为《甄嬛传》，筹拍《甄嬛传》时，因齐嫔只是女恩配，在唐艺昕试镜后，导演郑晓龙觉得合适，便定下了她。在剧中，齐嫔确实算不上一个讨喜的角色，更是没有脑子。前期地位不稳，选择依附甄嬛，后期甄嬛失势，齐嫔又选择抱皇后大腿，对着皇帝千娇百媚，撒娇任性，背地里为了权势与地位，也有着不少小九九。可惜智商、情商却都不在线，口无遮拦，有野心却没有脑子，一步步就这么把自己做死了。但如此的齐嫔却也没有引来观众的讨厌，因为虽说齐嫔是笨蛋美人，却也是宫中可怜人的存在。瓜六成为了网友对其的昵称，也有网友对她的喜爱，毕竟《甄嬛传》没有一个废角色。黄奕能够入榜，另外我感觉实至名归，因为上错花轿嫁对郎的李玉湖太抢眼了。因新上错花轿嫁对郎的开拍，让2000年开播的上错花轿嫁对郎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新旧版难免要被网友拿来比较。在新上错花轿嫁对郎开播前，旧版无论从选角还是服道化都是完胜的存在。颜值巅峰时期的黄奕，古典气质绝佳的小李林，美丽不输双女主的娟子，就连丫鬟都极具辨识度。而黄奕在剧中出演的李玉湖出身武馆，胸无点墨，有着与扬州第一美人杜冰雁齐名的颜值，却不似大家闺秀的作风，舞刀弄枪，性格爽朗，大大咧咧，却又为人仗义。虽说是一位笨蛋美人，却人美心善，陆子野。加上造型师精心为黄奕打造的造型，那简直是量身定做一般，浑然天成。配上黄奕俏皮灵动的演绎，让李玉湖至今都难以被观众忘怀。林依晨入榜是源自恶作剧之吻，林依晨出演的袁湘琴。笨蛋之名那可是名副其实的，考试吊车尾，下厨是灾难，打工频出状况，就连走路都能平地摔，踩狗屎，整一个人就是不太聪明的样子。而被将直树的理由也是讨厌没脑筋的人，可见是笨得十分彻底。但袁湘琴身上却有难能可贵的品质，在学业上的笨拙却架不住行动派的动力，追人说追就追，学习说学就学。虽说一直都是在跟随将直树的脚步，但却有遇到失败不气馁的决心，在哪里失败就在哪里站起来。明明知道不可能，但不是又怎么知道不可能呢？如此草包的人设，原先本应该不讨喜，不过有了林依晨的可爱演绎，倒是让他将袁湘琴演成了笨蛋美人的天花板之一。当然了，这些热爆屏幕的笨蛋美人虽有笨蛋之名，却不惹人生厌，也是观众喜爱这些角色的关键原因。反之，强行笨蛋则最为致命。比方是上先生中的陆小葵，今晚我也是提到过了，红色基因进入笨蛋美人，那简直是侮辱观众的存在。众所周知，天花板赵丽颖的上榜是实至名归，是由于姗姗来了的薛姗姗。2014年，一部《姗姗来了》问世，直接让堂主张翰出圈，一句我要让全世界知道这个鱼塘被你承包了，不知尬翻了多少观众。却不得不承认，《姗姗来了》的口碑与热度双丰收。作为顾漫4部曲之一，《姗姗来了》是唯一一部顾漫没有参与担任编剧的作品，但目前7.7分的评价足见观众的认可，也得益于顾漫原著的扎实基础。相比堂主张翰，出演女主的赵丽颖则收获了不少观众的喜爱，圆圆的脸蛋，俏皮可爱，吃货属性更是疯狂上分。单纯没心机让其获封笨蛋美人的称号，但这却是表象，毕竟薛姗姗可是16岁考上211大学，21岁在职考出 CPA 的存在。薛姗姗或许是白甜，但绝对不傻，观众只是被赵丽颖软糯乖萌的演绎骗了，可见真呆萌也是有高门槛的。曾问我这个观点您赞同不？Zman 我常说，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即便有些人有些群老是努力编排各种的榜单，维护自家的小主，踩踏别人的正主，说来道去，最终还得依靠成绩和影响力说话。王一博的海外影响力的确是通过《陈情令》《蓝忘机》打开的，可时至今日，王一博的全球刷脸之路靠的早就不仅仅是蓝忘机一人了。现在无名仍未下映，国内还有小1个月的时间，即使排片已经极少了，可依然有网友为此买单，偶尔还有实现票房逆跌。港澳上映大受好评，而北美、加拿大、泰国、澳大利亚等国都有上映。在未来的日子里，是否还会有更多国家引进无名，还未可知。王一博所饰演的叶先生，作为一名在黑暗中行走的孤勇者，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展示。当王一博的《陪你到世界之巅》定档北美时，很多人都是猛的，对王一博的作品有些许了解，
可又不是那么深入王一博粉群的网友自然知道这只是一部电竞题材的作品，甚至于他还是王一博不红的时候拍的。后续唯一可以拿来说到的就是主演王一博的爆火，以及神预测凤凰战队的胜利。似乎这部作品并不具备出口海外的特质，可实际上陪你到世界之巅早已在很多人不曾关注的角落中分别在韩国、泰国、日本、俄罗斯登陆。王一博饰演的纪相空也凭借着的战场欺诈师之名在海外有了姓名。这部作品当初在国内时怕题材敏感播了，会员3天全部放出，谁能想到如今他早已在海外播出多轮了呢？同样的，王一博的《冰与火》将要登陆日本，此前韩国、泰国皆有播出。风妻洛阳登陆日韩两国，有匪则是去往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越南。王一博的作品都不仅仅是国内粉丝自娱自乐的欣赏，而是出口国外，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刷脸。他红了之后的作品是这样，而未红之前拍摄的《陪你到世界之巅》亦是如此。在一直对王一博有所关注的网友面前，他自然可以对王一博这诸多的刷脸成就表示高兴，而曾经对王一博心怀偏见的黑粉们恐怕又要破大防了。毕竟在他们看来，王一博连巴黎时装周都没去参加，还指不定怎么样了呢。这点Zeman我也是第一时间递交解释了。现在王一博的纪相空能够以电视剧演员身份先去北美探路，或许对于魏若来来说是正向推理来的，毕竟自古上单出老公，谁人不爱纪相空，这句话在内娱也是有市场的，后坐力不小。无论如何，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感觉人声鼎沸的地方还是需要清冷独立的。世人独醉我独醒，一份清醒，一份透彻，一份坚持，加起来就是3份的希望。